美国的利率政策如何影响比特币未来的行情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发现，目前美国已经把调降利率的时间点往后延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去年底、2023年底、2024年初的时候，当时绝大多数的预测都认为我们会在5月1号，最迟会在6月12号的时候降息。不过你可以发现呢，现在我们在5月1号或6月12号就降息的几率已经微乎其微了。现在基本上降息已经最快要等到7月底，甚至到9月中，我们才有可能迎来我们这次升息周期结束过后的第一次降息。那我认为这样的变化呢，绝对会对比特币的行情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你可以发现哦，如果说我们降息，那就为我们5月、6月、7月的时间点呢腾出了空间呢。其实为什么降息的周期会不会往后延呢？我们可以发现，最主要就是两个数据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判断。你可以发现，第一个最重要的数据就是 CPI， 这个我们在之前一直不断的有提到。那其实 CPI 呢，大概在1年多之前，完全主导着比特币的行情。也就是当时 CPI 只要一公布，只要是利空的话，那么比特币会瞬间下跌；只要是利多，会瞬间上涨，而且上涨下跌的比例之夸张的，大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，非常的夸张，影响非常之大。也就是因为 CPI 对于利率的决议、利率的政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为什么我们最近 CPI 公布对于行情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，甚至几乎不产生影响了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美国方面呢已经确定了政策，但现在这个政策呢又被松动了。你可以发现哦，最近我们包括3月的、2月、1月、12月、11月等等的这些 CPI 数据的公布呢，其实都高于预期。你可以发现哦，我们当时在4月10号的时候公布3月份的 CPI 数据，我们的预期值是 3.4， 后来公布值是 3.5。 你可以发现我们已经连续4个月公布值呢都大于预测值，就表示美国的通膨并没有受到预期内的压制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美联储希望可以把通膨控制在 2% 左右，那你可以发现现在是还没有到达这个目标的。如果说还没有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就贸然降息的话，非常有可能让通膨的状况扩大，那到时候就会非常麻烦了。那我认为 CPI 才是重点。那还有第二个数据，这个就比较次要，但它也值得我们来说明。你可以发现呢，就是非农就业人口。基本上之前非农就业公布的时候，我们也都没有直播过，因为毕竟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这次会升息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通膨，而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表现过于强劲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4月5号公布的数据，其实它一直都是高于预期的，连续好几个月都是高于预期的。那其实我有帮各位复盘过，其实有一个规律，如果说我们要降息呢，其实非农数据通常前几个月降息前的几个月呢，会有出现小于10万人的情况，会有的。那你看我们现在的数据，30万人、27万5千人、35万人、21万人这离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都还有一定的距离。那这当然跟美国的非法移民是有一点关系的，有一点关系。不过这个我们就不深入去研究了，我们只探究它的结果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什么时候美国会降息呢？这不仅仅影响到美股，不仅仅影响到总体经济，其实最重要的，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复盘比特币过往的历史的话，尤其呢我们在上一轮的牛市，其实我们就有受美国的利率变化的影响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什么时候开始降息了呢？我们现在就在终端利率，不会再往上加了，不可能，现在就是终端。降息呢也是必然发生的事情，只是时间点的不同而已，有可能提早，有可能延后。那现在来看就是要延后了。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降息的时间点是落在2019年的8月份开始降息，2019年的8月开始降息，一直到2020年的3月结束降息。各位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时间点
2019年的8月，你可以看看这是什么时间点哦。19年的8月就在这里耶，19年的8月一直到20年的3月，没问题了。各位朋友们，实锤了。我们在降息周期当中，我们就是走下跌行情的。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图表拉大，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比特币上一轮的牛市当中，其实最大幅度的下跌，没问题，就是我们在降息的时候发生的，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8月到3月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下跌。各位朋友们，它跟降息的时间点完美的重合，完美的重合。当然有人会说了，那降息它不是一个利多吗？对，它确实是一个利多。可是这个利多呢，它又可以被更深层的解读，是短期利空，长期利多。那如果说我们很快就迎来降息的话，我认为我们这波多头很有可能就无法再往上更进一步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点呢具体的画到这个图表之上，我相信这对我们在做判断更有帮助。基本上我们降息会落在7月底还有9月中的这段时间点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季度，前3个月没问题啊，前3个月都是暴涨，1月、2月、3月都在暴涨，这没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4、5、6月有没有机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这次的降息基本上会在今年的第3季，也就是7、8、9月这3个月我们会发生降息。那其实这就为我们4、5、6月这3个月的时间又腾出了可以往上进攻的时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降息有可能在什么时间点呢？降息基本上我们根据刚刚的数据，大约会落在7月底，大概在这里啊，在图表上在这个位置。还有呢，9月中这2个时间点。那你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我们现在的行情到达白色线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那这段距离呢，如果说我们最终真的往上突破的话，我相信它一样可以打出一段非常可观的距离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我们从38500一直到最高点大约74000美金，我们也仅仅只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。那如果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的话，这个涨幅呢，如果真的涨起来的话，我相信绝对会超乎大家的想象。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周期上呢，对于多头是比较有利的，至少从现在来看是这样子。当然后续可能有变化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之前所开的这张多单。我们之前从44900美金我们就做了一张多单，当然了，前面也做了很多张了。那以太坊呢，我们从2000美金就开始做多，一直到现在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开的仓位价值其实很小，可是我们掌握了蛮不错的利润。我们到现在持有了非常接近800万，没错，比特币回落了，以太坊回落了，不过我们依然持有接近800万台币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收益不错，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。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$50就送你$50的体验金，已经来到1:1了。我认为这2个活动都非常非常划算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